最近你是不是觉得什么都不顺，事情总是延迟，被拒绝，好像无法前进？其实你不是在失败，而是正在经历能量的大转换。这支占卜会帮你找出当下卡关的原因、灵魂的功课以及运转的方向。现在请深呼吸3次，慢慢的吸气，再慢慢的吐气。静下心来，对宇宙说：请让我看见我为什么一直卡住，我该如何转化呢？接下来凭直觉选出这3组当中的其中一个，就是宇宙所要给你的讯息。好，我们来看一下抽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呢，宇宙天使们有没有什么要给你们的讯息呢？首先，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们呢，就是目前对于金钱方面的这个课题跟压力，确实是比较大的。那目前处于一个你很想要稳定啊，但是碍于家庭啊一些责任啊，或者是说你很善良，你帮助了许多的人，但是导致我们的心开始匮乏，就是一个能量不平衡的一个状态。所以目前第一组的朋友们啊，我觉得就是目前这样看下来，可能要回归到我们的关于内在的这个部分。然后后面呢，我们会提到就是天使啊，还有一些建议的部分。所以第一组的朋友们啊，我觉得感觉到可能家庭的那种责任，或者是说你很想要稳定，但是目前现阶段，你可能因为帮助了一些人啊，或者是说你能量给出去了，有可能像是金钱上的资源，或者是说所谓的这种借贷关系好了，导致你感觉好像开始怀疑自己，你是不是开始动摇了？觉得是不是不该帮助他啊？或者是说好像觉得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情，做错一些决定之类的，导致你现在的这个能量是比较低迷的。那这边塔罗的建议是说，首先第一个，其实金钱就是能量的一种流动，那其实我们要如何让它去达成平衡？因为其实当我们有所期待的时候，那自然而然的这一个收支就很难达成平衡。所以第一个建议就是说，我们要去衡量我们的收入跟支出到底是真正需要还是想要，这个欲望的这个部分才会让你的这个金钱财富能量慢慢的回归到你的正确健康的管道。因为如果没有达成平衡的话，那很容易就是钱会一直出去，那会比较难回来。那不是说宇宙不给你哦，而是说我们的这个能量是失衡的，就像是一个水桶它是有破洞的，那我不管灌再多的水，它是不是也都会一直流出去？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去紧抓它，当你越紧抓金钱、财富、能量，一直去追它的时候，反而它会跑得更远。我们把它拟人化好了，今天金钱就是你把它当成是一个人，那你今天一直控制它，一直追着它，有没有？有点像恐怖情人的这种感觉。那是不是你自然而然的，你就会想要逃离，就不会想要跟这种人靠太近嘛，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反而放手，然后我们去看更多的可能性，然后我们去看到你真正想要做的事情，你的愿景是什么，跟金钱没有关系哦，而是说，我真正做某件事情，我会发自内心的喜悦，基本上你的能量就会被带动，你就会被提高提升，专注在你真正你想要做的事情上面，而不是那一个让你觉得很痛苦啊、很纠结、让你感觉很匮乏的事情上面。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感恩，就是说不管目前我们遇到的状态是什么啦，你一定都可以找到你可以感恩的这个事
事情，就像是感恩你有健康的身体啊，感恩你现在还可以看到这个影片，还有感恩就是说我们今天还是起床了嘛，对不对？我们还是眼睛还是睁开呀，我们还是有这一口气可以呼吸呀，对不对？有很多事情都可以感恩。当你能够去感恩所有的这些来到你身边的所有的事情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会获得更多。就是不要一直专注在我所没有的事情上面，因为抓越紧的话，它会流失得更快哦。然后接下来象棋卜卦的部分是说，其实你是很有能力的，但是你很想扩展不出去，就是现在能量是比较没有用武之地啦。你很想要有所作为，但是目前现阶段你好像找不到那个方向啊或动力。那待会我们会看一下，就是有没有什么建议的这个部分。那接下来我们看到雷诺曼的部分，其实3个月内啊，你会有一个新的转机哦。其实危机就是转机嘛，对不对？你会有一个找到一个钥匙，找到一个答案的感觉，打开门。虽然一开始会有些挑战，但是我觉得最后呢，你会有点回归到内在的这个童真啊，像小朋友那样子。那跟我们的内在小孩其实也是有关系的，就是说其实跟我们的童年啊，或者是说跟我们就是内在纯真单纯你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你要回归到那个原始的初衷。那64卦的这个地雷赋啊，其实也是说是一个新生哦，是一个转机啊，就像是一个种子要发芽的这种感觉。那它虽然需要时间去灌溉，但是呢，等它长成一个大树的话呢，其实事实上它是可以很茁壮的，它是可以去庇应很多的人。所以呢，其实第一组的朋友们啊，我觉得目前现阶段是在一个爬山的过程。当我们爬过山嘛，你会觉得这个你会很想放弃，或者是说你会觉得这个过程很辛苦很痛苦嘛。但是你只要想想，你为了爬到山顶看到那个夕阳，看到那个日出，看到那个风景，你就会开始有动力了，你就会开始慢慢持续的往前。想想为什么你当初会想要上山，这个就是找回初衷的概念。那你会帮助你去专注在你真正想要的，然后专注在持续往前的这个动力之中，这个就是雷诺曼的这个部分。好，那像64卦的部分其实也是讲一样的事情哦，就是说其实当我们专注在我们的目标上面，然后持续的去灌溉，持续的去往前，基本上这个种子一定会发芽，就是代表说未来是好的，代表未来是开始慢慢往上走的一个阶段。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奥修的这个牌，就是我们的精疲力竭跟局外人。哇，这个有没有？就是刚刚不是说很累吗？有没有？其实视线化来讲，就是像这种概念，就是说其实我们被生活的这个条约，就是日复一日的去消磨我们的热情，就像这个有点像机器人的感觉。我们可能原本是很有初衷的，很有热情的，但是呢，在我们日复一日的这一个生活当中，你的这一个热情啊，或者是说你的这一个原本的这个初衷，感觉快消磨殆尽了。这个就是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个精疲力竭的感觉。所以其实他要提醒我们的是说，没有人是局外人。你会觉得感觉门被关起来了，但是其实你看哦，这个锁是开的。你会觉得他有上锁啊，大家都拒绝我啊，或者说好像都不顺啊，老天把门关起来了。事实上没有哦，就是说其实这个门是要让你去看见更多的可能性。我们要回归到我们自己的内在的这一个原本的神性，或者是说找回自己内在的这个丰盛。所以虽然它叫局外人，但是其实没有人是局外人。就是说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我们跟宇宙啊，跟天使啊，高我都是连结的哦，本来就是有连结在一起的。所以其实它是要提醒我们的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去回归到自己的内在，所谓的这个神性的这个部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佛嘛，不管你是什么宗教信仰，对吧？因为耶稣也说，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嘛，就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啊。所以其实不管任何宗教，其实讲的都是类似的事情。我们回归到我们内在的那一个神性，找回那一个所谓的高我也好，内在的这一个智慧。那你会觉得前方的路好像被关起来了，还是被堵住了？其实没有哦，永远这个门都是敞开的。那其实这个锁，其实只要你想要，随时可以打开。只要你想要连接，基本上
上你都是可以随时跟他们去得到一些启发啊、指引啊，得到一些讯息，就像这个钥匙一样。这个钥匙在你手上哦，你会觉得感觉有呼应，有没有？你会觉得这个锁是把你锁在外面，其实没有人是局外人，没有人是被拒绝在外面的。这个钥匙是在你手中，你随时都可以把这个锁给打开，看你要不要而已。当你把锁打开之后，其实你会看见更多的可能性，你会有更多的启发，而且你会觉得可能有更好的反而你没有看到。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这个蛮有智慧的啦，就是说到我们现在的灵性状态是目前是有点累了，要提升一下我们的这个能量，然后去让我们看见自己的更多的可能性，然后没有人是被拒绝在外面被锁起来的。好，那现在我们看到独角兽是说你的耐心值得等待哦，将获得报偿，值得等待，意思就是说，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在一个爬山的过程，但是其实这个种子已经快要发芽成长了，只需要一点点时间，一个耐心，它将来会长成一棵很大的一棵树好了，会有很多的果实，会有很多的这一个成果，只需要我们要值得的去等待，要有耐心。然后祖父母哦，独角兽的提醒就是说，你的祖父母间有着永不中断的特别的连结。其实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低潮嘛，那我觉得独角兽的意思是说，我们是不是很久没回家了？是不是很久没有跟家人聚聚啊，吃个饭啊，或者是说跟家人聊聊天啊？那我觉得不管你跟家人的关系怎么样，其实他们是你的根，是你的内在的原动力哦。这个是跟每个人的这一个就是原生家庭是有连结的。所以祖父母的意思就是说，你的阿公阿嬷啊、外公外婆啊，他们基本上都是很支持你的，或者说都会给你一些关心啊、关怀。就是说，其实基本上呢，可以回家看看他们吧，好不好？你回去跟他们吃个饭、聊聊天，我觉得你会获得更多的动力啦，你会知道如何继续走下去。这个是独角兽的讯息。接下来我们看到天使哦，大天使拉吉尔说：灵视力，我正在协助你完全唤醒灵性视觉，如此一来，你便可以清楚地看见天使之爱。哇，灵视力耶！其实我觉得这个灵视力有点像是看见真相的这种概念啊，就像是这个有没有？你会觉得，就像我们现在是这个小朋友，你会觉得大家都拒绝你啊，把门锁起来、关起来了，我们感觉好像是一个局外人。但是其实天使要你看见的真相是什么？其实他要你看见的是更多的可能性，然后看见所谓的真相。看见就是说，其实这个钥匙在你身上，看见这个锁其实是没有被锁起来的，你是可以随时把它打开的，你可以去看见更辽阔、更开阔的自己。所以现在这个低潮啊，你会觉得好像很卡关，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怎么走。其实它是要让你回归，看见你自己哦，回归到我们的内在，向内去探索。然后所谓的灵视力，当然很多人会想说，我要开什么第三眼啊，我要看见什么的东西。其实有些人确实有可能会这样子，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那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是说，他会帮助你去看见所谓的真相，他会去帮助你去看见，原本我们想要的可能不是这么的适合我们，所以导致我们的这个能量有点精疲力竭了，有一点就是卡住、卡顿了。然后再来第二个是大天使夏米尔说宁静，宁静来自于记得唯有爱是真实的。哇，有点想哭你知道这个爱是什么吗？家人的爱哦，这个是刚刚不是叫你们回去可能跟家人吃饭吗？或者说跟你的阿公阿嬷啊聊聊天啊，传个赖打个电话也可以啦。因为他说唯有爱是真实的，会帮助你回归到内心的平静。那有些人是他们已经都没有在这个世界上了，也没有关系，你去用意念跟他们连结也可以，因为他们基本上都在啊，就是都是一种能量的这种灵魂的状态，所以不管他们有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其实你都可以去跟他们连结，然后去跟他们用意念去跟他们聊聊天，基本上也都可以。然后如果他们是不在世界上的话，你想做这事情之前，你可以呼请大天使夏米尔来帮助你，或者是说这个独角兽也可以，他们是很乐意去帮忙协助的。你在内心呼请大天使夏米尔，然后我要去连接我的某某某啊，我的阿公阿嬷啊，或者是说我过世的这些亲朋好友，然后请他给你一个保护，一个协助。那基本上呢，如果你是感觉到是很平静的、很安详的，
的，就是回归到内在的平静，那就是了。就是说我们用这个感觉用能量去判断，其实是蛮明确的。好，然后接下来是提升活力跟保有梦想。好，这边给你实质的建议就是说提升活力。我们要怎么提升活力？因为现在目前看起来是感觉内心是比较耗能的，是感觉有点心有余力不足，就是被消磨殆尽的。那大地之母提醒你要怎么提升活力。首先第一个，早起，好不好？早睡早起。如果你没办法早睡的话，你就是早起，想办法早起。那像我自己本身有时候也会觉得低潮负能量的这个时候那这个时候我可以怎么做？就是可能你晚上连睡都睡不着，因为很焦虑嘛。这个时候我就是早上5点6点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就出门，我就早起我可能没办法早睡，因为睡不着嘛。那我可以做到早起。那为什么你要早上出门？你会发现你去外面可能走一走骑车骑脚踏车去外面看一下外面的人，你就会发现好多人，大家都好认真在过生活，都很努力用心的在过好他们的天。就是你会看到早餐店阿姨早餐店开始在准备开门嘛，然后看到好多人在准备出门上班，然后上课，然后再赶那个车的，或者是说带小朋友去上课的。早上你就会看到好多人都很认真很用心的在过他们的一天。这个时候你就会开始反思自己有没有，对我有什么好过不去的，对不对？你这个时候你就开始提升你的活力了。那当然你要多晒太阳因为有时候负能量的时候就是多运动多晒太阳，让你的这个能量身体是能够流动的，就是让你的身体代谢能够去把一些负能量能够排泄出来。所以呢，提升活力，然后还有保有梦想，就是说不要忘记你真正要做的事情，因为你的这个种子已经开始要去发芽了。你要去专注在你真正要的事情上面，你要去看那个可能性，不要一直专注在那些负面的不好的你不想要的，你就会很容易把它显化出来。所以呢，其实我们要专注在你真正要的事情上面，不要去看那些负面的不好的。如果只看那些负面不好的，你就很容易在那个回圈里面就会出不来。所以呢，保有我们的梦想，找回内心的那个渴望跟初衷。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智慧卡，就是自私。一个人之所以会有自私的行为，那是因为过去世的他或是他的祖先在生命的曾经有过许多被欺负被伤害的痛苦经验，所以才会遇到事情时会本能的保护自己。若能用慈悲与爱去疼惜它，我们将见证改变的奇迹。好，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低潮的时候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有没有就是可能跟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有关，你会觉得我怎么对他那么好，但是反而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内心越来越匮乏，或者说反而自己的能量被他拉低了，被他吸走了。就是我们要用高维的意识去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会比较所谓的自私是因为他比较懂得保护自己。那为什么他需要保护自己？是因为他的过去世，或者说他的这个祖先曾经有这个伤痛经验，他是下意识本能的反应。所以其实当我们能够去理解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不用跟他对立啦，本质的他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只是要去理解他过去可能真的是蛮可怜的，过去是可能伤的真的是蛮深的，那我们就可以有这一个慈悲。但是呢，我们也是要有那一个界限因为我们也是要有这个智慧，有这个健康的这个界限来去保护好自己，不然久了也会就是像这个机器人一样。所以其实提醒你的是说，当我们能够理解之后呢，我们要有智慧的去运用这一个就是宇宙给你的资源也好，或能量，或者说金钱，因为金钱也是一种能量嘛，能量是需要流动的。所以呢，当我们能够知道之后呢，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用更高的这个维度去看待，自然而然你的心情就会比较好，或者说自然而然呢，这个课题可能就过了，你就可以进入到下一个更好的阶段。因为其实基本上呢，我觉得所谓的低潮负能量卡屏其实就是怎样，你的能量开始要大转换了开始要往上走了。所以第一组的大家我觉得不用灰心，就是说虽然目前现阶段你会觉得比较辛苦，但是你要有一个信念是说要开始往上走了，每一个低谷都是下一个高峰的开
开始。好，那如果对于今天的这个占卜啊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再私讯我，那也可以做1对1详细的个案的占卜，然后去搭配你的这个灵魂解读，或者是说，如果你对这些塔罗啊、牌卡，你对于疗愈自己是很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私讯我们的这一个官方 LINE， 那我们会有线上或者是说实体的塔罗课程，但是都是小班制的啦，因为我们一次教的人不多，那就是都有所谓的早鸟优惠，然后还有送这个塔罗牌的部分。那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在私讯官方 LINE 再询问小编哦。那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哦。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喽，拜拜。好，来，我们来看一下选择到第2组的朋友们呢，宇宙及天使们有没有什么要给你们的讯息呢？好，首先感受到选择第2组的朋友们，你们呢都是一个蛮有能力的人哦，就是一个很有冲劲，你想要事情呢，你会很想要去做的那一种。但是呢，其实这边天使要提醒你的是说，就是有点太急了啦，就是有一点先做再说，没有想太多的那一种，有可能是我们说话表达各方面啊，稍微比较急一点，你可能没有想太多就做了，或者说这句话就说出来了，那无形当中可能对于人啊是会有一种伤害。所以我觉得目前的低潮跟卡点主要是跟人事有关哦，跟人沟通相处的这个部分可能会比较稍微锋利一点，你可能没有那个意思，但是人家呢无形当中接收到的是误会啊，或者是说伤害的这个部分，所以呢你会让自己感觉很苦恼啊，感觉很烦恼这样子。那其实这个过程也是在提醒我们，对于沟通表达方面还有做事情的方面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思考，还有放慢所谓的脚步啦，就是说我们可能讲话表达的时候稍微慢一点，或者是说我们稍微三思而后行，或者是说在讲话之前先稍微想一想，然后再把这个话讲出来。我觉得对之后的这个人际啊，或者说所谓的人事的问题，我觉得会比较好。那其实这个过程也是在帮助你获得一个重生的一个过程，因为其实我们要跟过去的这一个旧有模式啊去做一个断舍离，因为其实过去的这个模式可能让你也会觉得很痛苦啦，你可能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有时候讲出来又很后悔，或者说有些事情你做了后面又觉得当初干嘛这样子，有点在鬼打墙，有没有？所以呢，其实这个过程是在帮助你去觉察我要如何的去获得重生，然后我们就是学习完之后，我们就可以跳脱那个所谓的轮回，就不要再用这种方式再去就是跟人家相处啊，对待其他人这样子。然后其实你们也算是一个蛮热情的人啊，蛮愿意去帮助需要的人，但是事实上呢，我觉得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嘛，那施跟受我觉得是要平衡的，就是说你帮助别人的同时呢，其实你也是要接受他人的协助跟帮助，你的这个能量才是流动的，就是你要给人家服务你的机会嘛，对不对？你很愿意服务他人，但是其实你也是要给人家这个机会来服务你啊，或者说来帮助你这样子。然后有的时候一次做一件事情就好了，就是说我们有很多事情想做，但是我觉得不要急，一步一步来，脚踏实地的，就是要去落地哦。就是说我们有很多想法，很多事情想做，你都觉得很好，但是我觉得要落地啦。那我们要怎么落地？就是所谓的1、2、3、4、5，第一步做什么，然后第二步做什么，我们所谓的 SOP， 我们要怎么落地去执行，这个是我们目前塔罗给你的建议，我们要如何去摆脱这个卡点这样子。好，然后再来象棋卜卦的部分，就是说其实能力很好，就是身边很多资源，但是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内耗啦，就是刚刚提到的人事的部分，可能会让你会觉得有点困扰啊，或者是说有的时候可能会夹在中间，你不知道怎么做，会比较两难。那雷诺曼这边啊，
3个月就是说会有点拨云见日的感觉。那为什么会一直提到所谓的跟人相处、跟人沟通的这个部分？是说3个月内你会看到一些真相，你可能会认识到一些人的真面目，他可能是带有一些目的性啊，或者说他可能跟你想的不太一样，他可能本身啊靠近你啊的这个意图可能不是说很好，所以我觉得会有一点所谓的看清一个人的感觉啦。你会觉得目前的这个低潮的这个卡点的部分跟人际关系嘛，那你可能会身边的有一些人，你会看到他的狐狸尾巴，你会抓到他的一些目的性，或者是说你会拨云见日啊，就说啊，终于被我抓到了，终于知道他到底要干嘛。除了保护自己以外啦，就是要所谓的这个不管是能量上的保护也好，或者是说跟人家沟通相处啊，表达方面啊，你自己就要有一个意识说，已经知道他可能有一些目的性了嘛，那我们要如何去有智慧的去跟他取得共识，有智慧去跟他沟通，而不是就是用这种就是比较锋利的方式，有点要跟他征战啊抗战的方式。那个小人难防哦，就是最难防的就是小人嘛，暗箭的这一种就是从背后来的，就是我们要有智慧的去跟他沟通清楚，然后有智慧的去跟他表达，就是说所谓的找台阶下也好啦，或者说有智慧的切割断舍离。那最后我觉得会有就是有点提升的感觉，真正的那种伙伴才会出现哦，就是这个是有阶段性的。当我们把这个课题走完之后呢，你可能沟通表达提升了，你看人的这个眼光更精准了，那最后真正适合你的这一个所谓的合作伙伴，或者是说伴侣啦，也有可能是伴侣哦，他会出现，然后跟你一起去学习啊、上课啊，然后进修啊、成长啊的那一种，他会带着你，跟你一起互相的，就是进入到下一个阶段，进入到下一个成长的这个部分，就是会有这个轨迹在。所以呢，64卦这边也是我们的雷火风嘛，其实是个大丰收的一个卦哦，其实算蛮好的。虽然可能目前现阶段你会觉得好像有一点卡卡的，关于人际啊，或者是说能量上，但是其实我觉得不要灰心，因为后面的话，其实做一些能量上的清理跟调整，所谓的断舍离，把这些遮障看清楚一点。有的时候我们会有点被鬼遮眼啊，被遮障可能看不太清楚，但是当你拨云见日之后，事实上你是可以很丰盛的，你是可以有那个大丰收的哦。然后在奥修这边就是说四海一家跟完成，我们先讲这个完成好了，就是说有些课题啊，它快要结束了，它就是已经到最后的阶段，所以你会迎来一个重生嘛。那它完成的意思就是说，基本上这个拼图啊，已经快拼到最后的阶段了。那尤其是这个它的最后一块是在我们的这个第3眼的这个部分，其实它要你看清楚真相啊，就是看清楚一些事情背后的一些能量的运作模式啊，或者说它背后真正的意图到底是什么。那基本上就是快完成了，快要翻篇了啦，人生快要到下一个副本也好，下一个关卡快完成了。那四海一家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不是要去跟他对立哦，因为你可能以前的个性啊是比较直来直往的，比较冲动一点，就是说要就要，不要就算了，然后就是直接跟他杠起来啊，就是直接跟他这边对抗这样子。那我觉得四海一家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用圆融圆滑的方式，因为毕竟他可能也是怎样，曾经也是你的家人哦，不管他的这个意图啊，或者说不管他的这个做了一些事情是什么啦，但是我觉得四海一家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基本上我们用圆融的方式，以柔克刚，对你之后的未来发展是会比较好的，你的路途会比较长远。然后你看哦，不管是什么人种啊，什么人，大家都是手牵手围着一个圈嘛，对不对？其实你把它当成是一个家人来看待，那基本上你的包容性会比较高，你很多事情就可以放下。他有可能前世当过你的家人啊，或者说过去是他可能曾经是跟你还不错的，这次才会遇到嘛，或者说才会跟你比较有交集啊。我跟你讲，小人也是跟我们也是有连结的嘛，所以不管是发生什么事情啊，我觉得用一个家人的角度，四海一家去包容他。但是其实包容的意思不是说好我就对他就是无条件的予取予求，不是这个意思哦，而是说我们要懂得健康的这个界限，我们要很清楚知道说，好，我的原则，我的底线在哪里。那我们如果可以沟通，我们能量是平衡的，那我们就持续的这样子下去。那如果不行的话，我们也不要当敌人，就是不要
要对立，不要当仇人的意思。我们就是有点像是围成一个圆，因为地球本来就是圆的嘛。那你不管走到哪，其实世界你要说大很大，说小其实也蛮小的。其实有时候很奇妙，你不管走到哪，很容易就会遇到。这就是四海一家。好，然后接下来独角兽说放松，每件事情都很好，所以叫你不要担心哦，一切都会很好的。开始要往上走了，然后就是你可能现在会觉得有点焦虑啊，有一点就是可能晚上会失眠啊，睡不好啊，睡不着什么的。独角兽说放松，一切都在这个轨道上面，一切都会变好的。然后再来是迎新送旧，就是说你很快就会明白这个改变呢会让事情变得更好，其实就是有呼应这个审判牌，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啦。你要清空我们旧有的能量，而且课题已经快被完成了，这个课题已经快学习完成了嘛，那我们就不需要再轮回下去，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迎新送旧。那我觉得，如果你是有失眠的这个困扰跟问题的话，我觉得这个讯息还有什么，就是让你们能够早起啦。你可能没办法早睡，但是你可能只能做到早起，去调你的这个睡眠，调你的生活作息。假设你一整晚都失眠睡不着，像我以前就是5点6点我就起床出门去看看世界，去走走，去晒太阳，去公园，去看一些很用心在生活的那些人们，可能早餐店的阿姨啊，然后在出门上班的人啊，或者是那些邮差啊，送货的大哥啊，他们都很早起耶。你会发现还有人这么努力在生活，那么用心的在为自己的生命负责，那我有什么好低潮的，对不对？那我有什么好过不去的？比我们就是认真在过生活的人还很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转个念，然后我们能量就开始往上走，开始去提高了，开始去看见更多的可能性，然后开始去感恩我们目前所拥有的一切。好，接下来大天使麦达场说靛蓝小孩与水晶小孩，你与小孩们呢有密切的连结，特别是你能够帮助那些敏感的小孩哦。所以选到第2组的朋友们呢，有可能你是从事跟幼教相关的，或者是说你本身是有小孩的，那你跟这一些就是2000年以后的这些小朋友，他们的灵魂比较特殊，你跟他们是有特别的连结的，你是有这一个天赋跟能力能够去教导他们的哦。那也跟下面这个有对应，就是大天使加百列说滋养，当你在滋养小孩的时候，同时也在滋养你自己的内在小孩，这两者现在对你来说都是很重要的。2个都抽到跟小孩有关的牌，所以这个就一定不是巧合，好吧？就是要给你的讯息，就是说你去滋养你自己的小孩也好，或者说你身边啊朋友啊那种是有小孩的，你去滋养他们，同时你也是在疗愈你自己哦，你是有这个天赋跟能力的，然后你可以去帮助他们，疗愈他们，那其实你也是在帮助你自己啦，在疗愈我们过去的一些童年啊，或者说创伤创痛。然后接下来是进化成长跟潜在的道路哦。进化成长的意思我觉得有呼应，就是说完成这个部分，就是你开始要往上走了啦。进化成长的是说你经过这个坎，你跨过去了，你翻篇了，基本上你的各方面就成长进步了，你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而且你们看外面那个有没有是蛮光明的，天开始亮起来，而且风景是很美的，是很漂亮的。你开始要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而且这个过程啊是帮助你能量提升哦，是帮助你去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然后去成长突破自我。然后潜在的道路是说可能会比你预想的还要更好，你会看到可能原本你没有看到的一些可能性，这叫潜在的道路，而且是会帮助你去路走得更宽哦。原本想说我只能这样子，但是你成长突破之后，你会发现没有啊，我可以做的事情很多，那我可以去完成更多的这些事情，那我的路又更广了，可能是我们用理智头脑想是可能想不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潜在的这个道路。好，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智慧卡，这个叫做享受不圆满。奥修说不圆满是生命的形式，你不断的尝试着要
要改变自己，而我接受我的不完美，这是我们唯一的分别。当我们开始享受着我们的不完美，我们便能活在每个当下，我们将遇见更多可能的自己，生命也将奇迹式的改变哦。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享受不圆满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我们享受每个当下，那我觉得这个不圆满呢，其实只是一个生命的形式的一种状态。那我们不要去抗拒它，我们去接纳它。当我们开始享受着我们的每一个部分，我们的不完美，我们便能活在每个当下，能够去遇见更多可能性的自己。那我们将呢也能够奇迹式的去蜕变，然后奇迹式的进入到我们下一个部分，下一个阶段。那我觉得第二组的朋友们呢，其实我觉得目前的卡点啊，或者说目前的这个阶段，是在帮助你的能量做一个大清理，然后让我们能够开始往上走，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去做一个准备。所以我觉得不用去抗拒它，然后我觉得准备好之后，其实后面的这一个路啊，这些可能性是很多的，所以我们去享受当下，活在当下，然后去接受每一个未来的可能性，这样子。好，那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再私讯我哦。那如果对塔罗啊，对于疗愈自己啊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私讯我们的这个官方 LINE， 我们有这个线上跟现场的这个塔罗的课程，那可以透过塔罗来疗愈自己，或者是说你是想要让这一个成为你的一个副业也好，那去帮助有需要的人的话呢，也都可以去私讯询问哦。那目前早鸟优惠的部分就是会额外赠送这个塔罗牌，那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再跟小编做询问哦。好，那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哦。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喽，拜拜。好，来，我们来看到选择第三组的朋友们呢，宇宙跟天使有没有什么讯息要给你们的呢？首先感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呢，都是蛮有爱的人哦，你们的内心的这个情感啊，蛮丰沛的。你们对待他人啊，就是通常都蛮有大爱的，不会计较太多。对于感情也是哦，对于感情也是看得比较重，就是无怨无悔的付出啊，然后对爱情是蛮投入的，只是可能有一些人目前的这个卡点，可能是会遇到有点像是三角恋的这种问题在里面，可能劈腿啊，或者说有情敌啊，或者是说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这个情况出现，就是对于感情有一个突发的一些状况突如其来的，可能不是你预期当中会发生会出现的这种状况，让你有点措手不及。那其实目前的塔罗的建议是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去看见自己的更多的可能性，被绑住的永远是自己被自己给绑住了，就像这个牌一样，他感觉好像被困住了，没有路可以走，然后眼睛被闭起来了，但是其实他的脚没有被没有被限制住啊，他其实可以选择离开，他可以去走到更适合自己的地方，或者说去看见更多自己的可能性。你要眼光要看更长远一点，然后其实也是要回归到所谓的爱自己的课题啦。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很有爱的人通常会怎样？爱别人多过于爱自己，很容易会有这种通病就是可能会觉得，我对别人付出好像是应该的，那我对别人的这个慈悲也好，或者说我对别人的这种宽容，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个久了之后，你会发现，我们的这一个能量开始可能就没那么平衡，没有回归到我们真正的内在。所以其实你永远都有选择，你永远都有更多的可能性，不要被自己给局限住了。
所以雷诺曼这边呢，就是3个月内呢，其实我觉得要提醒你的是说，过去的这种事情，可能对你来讲可能会是有一种阴影啊，会有一种感觉很担忧啊、很恐惧啊的这种影响。但是我觉得不代表过去发生的事情，未来就一定会发生，这个是没有绝对关系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去看破那个幻象，然后回归到我们所谓的这个我们的内在的这个部分。因为其实我觉得无形当中所谓的那种内在小孩是有一种受伤的这种状态，会有一点对于感情也好，或者说对于一些事情也好，会有一种阴影，会有一点创痛啊，会有一点觉得怕怕的，或者说对于信任人这件事情你会有所保留。那我觉得是要回归到我们的这个内心的层面。那我觉得去疗愈释放之后呢，其实会有新的可能性出现哦，或者说新的恋情出现，会有一个新的契机啦，新的转机、转捩点。你会看到其实没有过去这个养分，没有这些事件的发生，那你可能也不会走到今天的这个阶段，让你能够持续的往下走。所以我觉得这些过程啊，是要来提醒你，让你去看见关于爱自己的课题，然后还有爱自己的方式跟感觉是什么。因为我感觉第三组的朋友们呢，其实对于爱自己的这个定义啊，或者说对于爱自己的这个感觉是很模糊的，不知道什么叫做爱自己。那在感情当中，我们是很乐意的去付出，然后不求回报的去对待他人。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但是我觉得首先要先善待自己，先懂得如何跟自己相处，还要懂得如何爱自己。所以像象棋卜卦的部分啊，也是有点卡在中间啊，你会很困扰，会有点夹心饼干的感觉，然后不断的有各种力量在拉扯。所以其实你的能力很好，但是久了你会觉得很两难，做事情会绑手绑脚的感觉很难做，然后你也会比较内耗啦，会被自己绊住，会想的比较多。那旁边64卦的部分是天水讼，那其实跟口舌纠纷啊，或者是说人际关系方面啊，可能要特别注意，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说话表达，不要让人家有那一种把柄可以抓，或者是说人家就会觉得你就是在攻击我啊，你就是在伤害我啊。那不管真相是怎么样，人家接收到的可能不是你想要表达的那个意思。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个所谓的受害者的这个状态跟角色里面，那就会很容易会有这种状况发生。所以提醒我们，就是像这个奥修讲的游戏的心情，还有一个片刻接着一个片刻，就是说其实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线上游戏好了，一个真人版的这种虚拟游戏。其实你现在遇到这件事情，你把它当游戏的这种关卡来看，其实你会比较轻松，你会比较容易跳脱的出来，你才不会觉得我就是一个很可怜的人啊，我就是很衰啊，我就是很不顺啊，我怎么会遇到这种渣男渣女啊，遇到这种烂人啊，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啊？其实你当个游戏来看的话，一个体验嘛，就是这个玩游戏的人嘛，这个角色嘛，那其实它是在累积你的经验值，帮助你破关，然后一关一关的持续的去往上，不断的去过关斩将嘛。因为现在很多动漫其实都是在演这种剧情，有没有？我都是在讲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你就当你自己是一个虚拟角色，你在体验这个游戏人生的这个 online， 就不会太入戏，你就可以跳脱出来，你就可以不用被这些所谓的剧情牵着走，被这些环境给影响，因为这都只是一个游戏而已。所以当你能够抱持着游戏的心情，你就可以玩得很开心，就算遇到一些烂人烂事，你都可以觉得就是游戏，就是体验而已。来，这些大魔王都打不倒我，所以我是最强最厉害的。因为怎样，主角永远都是不会死的那一个，主角永远都会活到最后嘛，所以打不倒我的会使我更坚强，对不对？会使我变得更厉害啊，成为一个更好的版本的自己。当然也不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说，如果你现在已经遇到一些可能不是让你觉得很开心的一些事情或卡点，那我觉得你换个角度去想，你就是在玩这个游戏，你破关了之后，后面很多的宝物，很多的这个经验值来等着给你因为这个游戏的机制嘛，你破关了，自然而然就会有相应的这些奖赏。那我觉得好好的去体验每个当下，就算现在我们可能心情啊、能量各方面可能不是特别的好，那也没有关系，你就是去拥抱、去体验它。就是说，我们不用去排斥它，就是觉得好像都是别人的问题啊，或者是说觉得怎么自己那么衰啊，然后都是别人给你的啊，给你这些痛苦、伤害啊什么的。那其实无形当中，我们就会创造一个恶性循环，就会在所谓的这个受害者的环境跟情节里面。好，所以呢，独角兽这边建议就是说，来自父母的爱，无论如何，你的爸妈呢尽其所能的爱你。所以其实呢，我觉得很有爱很好。那我觉得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这种关怀跟付出，我觉得都是好事。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记得所谓的这个父母的爱啦，所谓的孝顺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不要用那种很沉重的框架来套用在每个人。我觉得就是学会感恩，因为我觉得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其实家人基本上是断不了的。他们其实基本上都在能量上来讲都是跟你有连结的，给你支持也好，然后在你身旁协助你也好。所以我觉得不要忘记，就是说好好回家看看家人啊，跟父母吃个饭啊，然后不要报喜不报忧。旁边这个就是说出你的感受，我向一位朋友倾诉你的感受，你也可以跟家人啊。如果你觉得找不到人的话呢，也可以私讯我啦，我们来听听看，就是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让你的能量流动，因为你压抑久了，你就会像刚刚讲的，在那个恶性循环里面。那当你试着开始说出来了，那你就开始让这个事情在流动，开始让你自己去厘清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像我讲的，你说出来之后，你可能也会觉得那也没什么嘛，就是游戏体验而已啊，对不对？就只是一个关卡而已啊，就是遇到一个烂人而已嘛，对不对？也没什么啊，我之后一定会遇到更好的人啊，因为烂人的扣打都被我用光啦，对不对？但是就是模式要改啦，就是说我们这个跳脱过往的这个框架跟模式，我觉得不用太去把它抓得太紧。好，然后再来大天使汉尼尔说，热情、信任并追随你在爱情生活与工作中崭新的热情，就是我觉得这个有呼应到这个游戏的这一个心情，就是那个热情是怎样，我要打怪破关，我要打败大魔王的这种热情，我就觉得没什么啊，就是游戏而已嘛。那我玩这个游戏不就是要来体验的吗？我玩这个游戏不就是有分那个难度嘛？那我不就是想要好好的去过关斩将嘛？或者说我想要好好的去拿到我想要的那个奖赏，所以我就会很有动力，就会很有热情的去觉得这些挑战都只是过程而已，真的没有什么。然后在上面是大天使拉斐尔说，呼吸哦，做几次的深呼吸，缓慢吐气，唤醒你的能量，释放旧有的模式。其实这个跟呼吸法蛮像的，其实不管你有没有去学瑜伽或者什么的，那你也可以就是所谓的深呼吸，也就是所谓的腹式呼吸，然后让你的呼吸是比较深层的，比较缓慢的。那你在做深呼吸的过程当中，你就在代谢你的这一个以太体，你的能量体，然后让你的这一个能量呢，情感是能够流动的，才不会被一些悲伤啊，或者是说一些创伤给卡住了，才不会被这些东西给占满。我们要把它释放掉，然后像游戏的这种体验的这个过程一样，就是很轻松的去觉察它，去观察它，体验它。好，然后接下来是潜在的道路跟接受爱哦，哇！所以其实我觉得，可能第三组的朋友们在感情当中也好，或者说在人际相处关系当中，我觉得可能有多多少少有受一些伤啦。那我觉得也不要因为这样就影响你再去接收爱的可能性，因为潜在的道路是说，其实你这一关过去之后，后面是很宽广的，然后后面是很多贵人的，或者说后面很多就是你值得爱的人在后面等着你，所以其实我觉得要去敞开这个可能性，然后去接受爱，然后要去疗愈自己。我觉得现在的人比较缺乏的是不知道怎么样的去疗愈自己。那我觉得不需要花很多的钱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适合的方
方式。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是对于塔罗啊，或者是说对于疗愈啊各方面你觉得有兴趣的，那你可以再私讯我们的这个官方来，那我们就是会不定期的开这种塔罗的实体或线上的这种疗愈的这种课程。那我觉得塔罗只是一个工具来去觉察我们自己，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回归到我们自己的内在，然后去释放深层的疗愈。因为其实像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在疗愈自己的一种工具啦，一种方式。那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去觉察我们的信念，我们的内在状态卡点是什么，然后进而帮助我们能够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然后去看见更多的可能性，去好好的体验这个游戏，好好的体验这个人生的每个当下。那你会发现其实没有过不去的坎，你的能量就会开始往上走了。好，最后的话是我们智慧卡，是说觉察听哦，试着观察我们的听是一种共鸣还是一种寻找，是被动的接受还是一种选择的结果。若总是用头脑分辨着我们的听，那如何倾听得到全部呢？当我们越是纠结于想听到的，永远也听不到真实与美。所以其实就是说，我们如果头脑已经有个框架，已经有绿色立场了，那我们就会听不到就是所谓的真相，我就会带着一个框架、一个滤镜去看任何事情，你就会只听到你想听的，那会比较可惜，你就会把更多的可能性给否决掉了。所以我觉得释放那些恐惧跟担忧，然后很多事情我觉得它是有更多的可能性的，不用去纠结，不用太去烦恼。因为我觉得你在玩这个游戏嘛，这设计一定是有破关的这个秘诀的，这个游戏被设计出来就是要被拿来破关的嘛，没有那种游戏是没有办法完成的，没有办法过关的，那这样子这个游戏就没有意义了，就也很无聊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游戏不管你觉得它多么的难，它一定有它的解法，它一定是有破关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要放下一些框架，一些执着，放掉所谓的我执，那你才会看到更多的可能性，你才会听到比如说贵人跟你讲的一些话语这样子。好，那对于今天的占卜呢，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再私讯我哦。然后对塔罗课程啊或疗愈课程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在官方LINE私讯小编，因为我们都是小班制的，我们剩下的名额可能不多，因为我们一次也可能没办法教太多人。那如果有抢到早鸟优惠的话呢，还会额外赠送一副塔罗牌哦。那详情的话，就是官方LINE再跟小编做询问。好，那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呢，别忘记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哦。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咯，拜拜。这段讯息是妈祖透过宇宙与天使之光想要传达给你的。当你看到这支影片，表示你的灵魂需要这份能量的提醒与守护。现在请闭上眼睛，慢慢的做深呼吸。